喱酱又不是早饭，这几天少了它，一大半都吃不完。成人高考的成绩今天上午出，昨天晚上我经过他的门口，看到他对着大力的照片打坐冥想，说是要吸波欧气。准备考试泪千行，等待成绩心彷徨，这种感觉我懂的。哎，我觉得咖喱酱凶多吉少。安慰计划都准备好了吗？你看，我买了咖喱酱最喜欢吃的甜甜圈，等成绩一公布，直接塞满他的嘴，让他甜到失忆。我买了味道最重的洋葱，如果咖喱酱故作坚强，我就把它拍到他的脸上，让他哭到爽。如果咖喱酱丧了，我就把他拉进夸夸群，几百号人轮番赞他，天大的委屈都想开了。准备行动。我过线了。我过线了！你今天搞出100多分，你真的哇塞，恭喜！配音专业这把稳了，今天晚上给咖喱酱办个派对庆祝一下。哎，吃的喝的我来准备，子乔的业绩直线上升，Lisa 给了个大红包。哎，我律所的生意也是越来越好啊，上门的客户越来越多，其他东西我来准备。其他东西是指什么？派对用的纸巾呢？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自从感冒好了之后，大家都好运连连，连小小布都不怎么吐奶了。我也有好消息，脑男节目组已经通知我参加年底的全球总决赛了。不过我答复说，脑男这个名字涉嫌歧视女性，除非他们把名字改成脑女，不然我不会参赛的。哎，小贤，你说，真的假的？怎么可能？难不成好事做全套，状元回来喽？小贤从电台那边得到内部消息，说爱情公寓可能要拆迁。拆迁？哎呀，是谣言的啦！小区妈妈群都已经澄清了，之前是说市政规划有一条地铁要经过爱情公寓，所以可能会影响到周边的绿化，但是大部分施工都在地下，拆不到公寓的。来，给你们看信息。产后防脱发植发群，不是这个，来这个，哎，有新消息，住户委员会告全体住户书，关于爱情公寓小区拆迁的重要通知。哎，还有个视频连接，点进去看看。本市轨道交通重点工程贯穿东西城区的地铁8号线，目前已全线铺开进场施工。行经福源南路站和幸福北路站时，地铁列车会从地下穿过爱情公寓小区。爱情公寓小区共有7栋小高层、12栋高层。经专家组多轮论证，地铁施工将对小区内的房屋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，小区将被迫拆除。据地铁8号线相关负责人介绍，本次施工采用了国际先进的盾构法，对周边影响较小。但由于爱情公寓小区每栋高层住宅都打了10几米深的钢筋混凝土基桩，在盾构施工时要切割并通过房屋的钢混基桩，基桩底部必然被挖空，小区楼房即使不倒塌也会出现倾斜，严重危及居民安全。对小区的拆除实属迫不得已。为确保有序撤离，区政府将根据工程进展情况启动紧急避险预案，希望房屋业主和承租人大力配合，在2个月内做好紧急避险、依法空楼工作。政府将为受到影响的住户提供多种补偿方案选择，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。这细雨零落，不知归途，而我停留在这孤独的角落，寂寞这长夜淡漠，星河闪烁，等你为我点燃这一瞬的烛火。
人生路悲悲喜喜，起起落落，兜兜转转，回到孤独的角落，看着你的背影越来越模糊，情难自已。人生路聚聚散散，分分合合，这么空，这么痛，又是为何？把回忆烧成灰烬，散在风中，别再难过。爱情公寓要拆了，你说我们去哪儿啊？美佳姐别急，胡老师他们去了解情况了。你说我们会无家可归吗？小小布要是不适应新环境怎么办？我是要认床。你说卧室的床能带走吗？美佳姐，吃点东西吧。太突然了，我是不是应该收拾东西了？可是这里能回忆的东西太多了，我都舍不得。看，这个报纸上的污渍，就是当初我和悠悠吃生煎的时候接上去的。这抱枕不是上个星期才洗的吗？这块污渍应该是小小布吐奶给沾上的，是吗？看架子上那个小球，他跟了我也快10年了。那明明是你看《流浪地球》的时候才买的，哪有10年？当时你看完还大喊“小破球，太阳不要你，我要你”，然后买了这个。我现在终于理解小破球的心情了。我们回来了。有好消息吗？好消息也是有的。这次对业主的补偿方式有很多种，既可以选择更大更好的新房子，也可以选择现金补偿，都是按照最高标准进行补偿。我们是租户，补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房东也说了，他的补偿款到位之后呢，会给我们一笔补偿金，最关键是会免去这几个月的房租。房子都没了，要钱有什么用？钱用处也是有的。下一个好消息就是小区的超市正在进行清仓大甩卖，现在收拾都来不及了，哪有空慢慢买？在这住的久了，怪舍不得的，尤其是门口包子铺，比我脸还大的招牌肉包。唉，我们倒还好，毕竟只是租户，一飞才叫受打击。新房一波三折，刚装修好，现在要拆了。这种感觉就好比花了好久研究小行星，在交论文的前一天，小行星突然爆炸了。我去居委会了解情况了，这次拆迁虽然着急，但补偿和安抚工作都做得挺好，大家都挺配合的，毕竟是为了支持城市发展嘛。而且居委会还承诺帮助找房困难的租户寻找新的住处，大家都有地儿去了。李培，你没事吧？我挺好的，我可以拿到一套新房，地段更好，价格更贵，而且房间里再也没有飞机跑道了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哎呀，大家别愁眉苦脸的啦，来，给爷乐一个。我们爱情公寓在江湖上好歹有着开心工具的美名，你们这个样子是要演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吗？奇怪，突然觉得好冷清啊。你们有没有觉得少了点什么？少了什么？美佳，9乘9等于多少87。老布，讲个笑话。神报，味道好极了。张伟，去搬箱子。
官人，是我们呀！奇怪啊，以前我们这儿总是充满着欢声笑语，就仿佛观众就在我们身边，会和我们一起笑一样。我也有这种感觉。可是笑声去哪儿了？哪儿来的什么观众啊？这是什么幻觉吗？这可能是我们内心不同人格的映射，就好像你想掰断一块橡皮，你心里出现了2个声音，一个声音问为什么，另一个声音说别管那么多，掰就对了。每个声音都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，开心的时候他们一起开心，难过的时候一起难过。这些笑声其实是来自我们心底的声音。完全同意。完全没懂。如果把这些内心的声音想象成现场观众的样子，那正常的画风应该是这样的。美嘉，9乘9等于多少87。老布，讲个笑话。神报，胃疼好极了。小伟，去白娘子。官人，是我们呀！可是现在，你们感觉到了吗？为毛这么多箱子啊？不是进了快递站吗？下午我把房间里没用的东西都抵了出来。你已经要搬了呀？那倒不至于，没用的东西可以先挂在网上卖，搬家的时候负担少一些。在每平方米几万的金贵空间里塞了这么多没用的东西，难怪你发不了财。这些东西虽然不值钱，但对我来说都是回忆啊。你的回忆就是发黄的香烟抱枕，还有一罐过期的一打口香糖，还有一条女士浴巾。这不是茶几上的橙子吗？你怎么也打包了？这些东西放了10年都没有坏，我觉得可能是变异了，说不定很有科研价值。唉，这个橙子待了这么久了，跟我们都有感情了，现在也要挪窝喽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今天是咖喱酱的庆祝派对嘛，还要高兴一点。来来，嗨起来，大家一起玩游戏哈！啊，来。抽随机事件。外星人入侵，拆毁房屋1套。随机事件。遇上大地震，1套房屋被毁。哎呀，他们2个没好好投，是吧？下一个，张伟啊，认真点啊！认真点。啊！哦，我没钱了，我要卖房子。不许卖房子！可是不卖房子，我就要破产了。可是卖了房子，我们去哪儿？我们还是在讨论大富翁吗？四周安静的可怕，一点笑声都没有。这是我参加过最无聊的派对了。
不是派对的问题，之前更无聊的派对你们也玩得很嗨，比如那次给2只小香猪开派对。好可爱呀！为什么要给猪办派对？你准备在派对上烤乳猪？就知道吃，这是我给小小布买的宠物。小小布喜欢小猪佩奇，所以我打算给这2只小猪来一个入住派对。小小布连这是小猪还是佩奇都分不清，现在给他养宠物太早了吧？啊，好吧，其实是我自己觉得它们可爱，就都买回来了。你上次一时没忍住买了150条虫子，差点累死我们。那是蚕宝宝，我只买了50条，是卖家太大方了，买50送100。哎呦，那些蚕比我还能吃，我们一群人每天早起捡桑叶，简直是噩梦。你们的辛苦也是有回报的吧？不是每个人都得到一条蚕丝手帕吗？蚕丝手帕是你之后上网买的，和养蚕又没关系。小香猪就好养多了，什么都能吃，也不吵人。我最近太无聊了，子乔在出差又没空陪我。今晚我们开一个派对嗨一下吧。可你不是说小小布睡觉特别容易醒吗？外面有点风吹草动他就哭，我们开派对会不会影响到他？对哦，没劲。那我们去隔壁。好主意。听说隔壁楼上新搬来的住户很怕吵，上次张伟打扫卫生动静大了点，他们就下来抗议了。要是我们开个派对，他们会和我们同归于尽的。有了，那我们就举办一个不会发出任何声音的无声派对。那是我这辈子参加过最无聊的派对，但好想再参加一次哦。说不定那2只小猪已经在公寓里安了家，虽然少了2只宠物，但也算多了一对邻居嘛。还有那对私奔的智能音箱，瓦乌力和小花，说不定在公寓的某个角落里恩爱着呢。公寓就要拆了，我们都有地方去。他们这无家可归了。我出去透个气儿。
终于写完搬走之前的愿望清单了。这么长？吃手抓饼，吃酱肘子，吃煎饼果子。你这愿望清单是列火车啊！光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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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想趁拆迁之前把小区周边的美食都吃个够。你干嘛呢？在58同城找房子、找搬家公司，事情可多了。你不是大学生吗？你搬回宿舍不好吗？我东西这么多，还有一张芳草七夕桌，宿舍怎么装得下？再说我宿舍那3个哥们儿都是奇葩，和他们住太危险了。能有什么危险？我之前住宿舍的时候，外卖送到楼下让我们下去拿，我们约好了，谁穿的衣服多谁下去拿。等我全脱了，他们就拍了照片，然后威胁说我不下去拿就把照片发到网上。我都跟你说了，对呀，我这绝对是全网最低价格。那你看到了，我家庭关系简单，工作顺利，感情稳定。哎，我芝麻信用分超高的，还在蚂蚁森林里种了好几棵搜索树。你很难找到比我更靠谱的卖家了。啊，行吧，行吧，那你再考虑考虑。哎，多大的生意啊，还要介绍客人情况？就卖个2手枕头，我90买进的，对方一刀砍到了9块钱，死缠烂打了一晚上。从枕头的材质、使用年份，再到我的个人状况，就是不肯让步。我现在真是打心眼里对网店卖家有着深深的敬意。李佳姐，没睡好呀？没睡着，昨晚一直忙着挖墙角。挖什么墙角？卧室角落的砖块啊！我总觉得必须要带走一样属于公寓的东西留作念想，可是房子太硬了，我根本挖不动。好吧，我承认，想带走念想只是一方面，另外一个方面，我总觉得有私房钱藏在角落里了，所以我就拿手挖。不好笑吗？你们之前明明会笑的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大家吃早点了啊！看看我为大家准备的元气美食，保证大家吃完之后心情棒棒的。大力啊，来给大家介绍一下。首先，请大家喝的是皮蛋瘦肉粥，荤素搭配，营养均衡。祝大家像皮蛋一样有点小俏皮，像瘦肉一样永远吃不胖。可是皮蛋瘦肉粥又叫皮蛋 solo 粥，solo 是单飞的意思，难不成这顿是散伙饭？你的英语阅读理解什么时候这么强啊？哎，尝一下这个千层饼啊，这个叫高楼大厦平地起，吃一口步步高升。千层千层，1000次曾经的回忆，可是拆了什么都没有了。这叫鲜榨五粮液，里面有5种粗粮，寓意五谷丰登，祝我们都能有丰收的一年。五粮液，对，再找不到房子，真的要夜里凉凉了。哎，看看这个土豆笑脸饼，多喜庆啊！大家笑口常开啊！你们看这个饼，圆圆的，像不像拆在外面那个圈儿？哎呀，大力啊，你不是要给大家讲笑话吗？猎人瞄准狐狸开了一枪，结果自己死了。你们猜为什么？枪走火了？错，因为这是条反射弧。狐狸的胡子和拆迁的拆子都是芭比，这都能联想到一起啊！下一个你们一定会笑的，一群水分子列队整齐地跑过来，其他水分子夸赞，不愧是当兵的。冰怎么啦？冰又不是芭比。结冰的冰和拆迁的迁，都
都是6笔。哎，我刚见了房东，他把押金退给我了，还给了一笔解约费。真的啊？这下你可以去商场买买了。放开买啊，美嘉，你不总说你化妆品不够用吗？这次买它个全套的。我还是觉得以前蹭大家的化妆品比较开心，现在走了，再也蹭不到了。你要是有个特卖会就好了，至少可以转移一下注意力。我刚回来的时候路过小黑家，他正在清仓大甩卖，什么稀奇古怪玩意儿都有。你们谁感兴趣，赶紧去看看。我给小小布喂个奶。特卖会。瞧一瞧，看一看，独家发明私人珍藏惠类大甩卖。一双拖鞋卖999，抢钱呀！哎，这是金属探测拖鞋，可以探测10米之内的金属物体，穿上它，能可以边走路边寻宝，说不定哪天就挖到矿了。没反应啊。耐心点儿，检测需要时间。走100米画大半天，大爷大妈不笑死我？没有耐心怎么赚得到钱？哎，这个眼罩可以止鼾哎，我正好给子乔买一个。眼罩还能止鼾？什么原理？它里面有一个声音感应器，一旦监测到打呼的声音，它就会震动，震动了人就会醒，醒了自然就不会打鼾了。这玩意儿又是干什么用的？这是个笔筒，非常适合压力大、工作苦闷的文字工作者用起来巨解压。那么也可以叫它机顶盒。你还有更无聊的发明吗？有啊，酸味的口香糖，草莓味的防狼喷雾，辣椒滴眼液，还有小龙虾味的大龙虾，要不要试一下？一听就都不想买。哎，巧了，这不是我送给曾小贤的黑科技补水仪吗？哎，这个好用吗？好用，我用它狠狠地整了一下曾小贤。你用它打曾老师了？没有，我们曾经约定每周都要送给对方一个惊喜礼物，每次我都是很用心准备的。结果这家伙居然连续送了我7个沙漏。毕竟曾老师的电台在沙漠里，就地取材，送几个沙漏也很合理。送沙漏也就算了，他还在节目里面说，沙子往下掉，你们叫它沙漏，我叫这东西沙掉。所以我就拜托小黑改装了这个，好好回敬一下曾小贤。曾老师这么嘲讽你，你还送他这么好的东西，你想多了。哎，给你寄的东西收到了吗？收到了。哎呀，说这玩意儿什么用啊？哎呀，沙漠里不是风沙大吗？紫外线又高，你不是担心万一晒黑了会影响你在粉丝心目中英俊潇洒的形象吗？这台黑科技补水仪特别的好用，纳米技术，冷热交替，迅速补水，提拉紧致。长时间使用，草莓都可以变成圣女果的，简直就是现实版的美颜相机。李飞，你太贴心了，正好我下周有个粉丝见面会。哦，当然了，这个蒸脸机还是有死角的，像皱纹啊，还有面部边缘，经常会蒸不到。为了让脸上每一寸肌肤都能够充分补水，你一定要练熟说明书中提到的面部保健操，这样才能发挥出它最大的功效。这翻白眼、露牙龈、左右歪嘴，这些动作会不会太魔性了？你还想不想要一张不老的脸来？啊，再说了，你自己的电台做面部保健操，谁能看得见？然后曾小贤就每天对着美容仪做不同的面部保健操，一个礼拜都不带重样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让小黑在里面加了一个隐藏式摄像头。第7套脸部保健操开始。结果这家伙面部抽搐，歪着嘴去见的粉丝。这台美容仪不能美容，但能消除皱纹，这
这台我定了，拿回去调戏子乔。哎，小黑，你今后怎么打算啊？要找房吗？我可以把你拉进公寓的找房互助群。不用了，我名下有很多的发明专利，不愁没地方去。只不过不论去哪里，都可能再也遇不到像你们这样的邻居了。我知道，像我们这种好邻居真的很少见。我的意思是，从来没见过这么不中用的邻居，一有搞不定的事情就来找我帮忙，都整整10年了。我怀疑你们连我的真名都没记住吧？谁说的？你的真名我们当然知道。您说。你叫黑哥，我叫白开。已经习惯这种哭笑不得的感觉了，以后散了，再也没有了。哎呀，买只会使人更加空虚。想要快乐，我们应该去酒吧喝一杯啊！走。那我们就先走了。你保重，贝哥。现在网上卖东西实在是太难了。我书架上那些书壳子，谈好了打包价30，结果对方竟让我包邮。算上邮费，你都倒贴了吧？这还算好的，还有个人说要买我的海绵宝宝睡衣，说要看看上身的效果。我拍了张照片给他看，他说了一句：“你这是买家秀啊！”然后就闪人了。你说过不过分？我看了一圈的租房信息，发现这租房子跟找对象是一样的，看得上的租不起，租得起的看不上。好不容易找到个合适的，居然不租给带娃的。美佳姐，我昨晚整理了一张表，列出了方圆5公里内所有楼盘的租赁价格、环境情况、物业水平，我发给你参考一下。这里的房子很暖，景色很美，失去时才发现它的珍贵。我们总以为明天很多，来日方长，没想到离别如此猝不及防。不知是因为灯光昏暗，还是离别感伤，在我眼中，连张伟都变得如此可爱。哎呀，大家开心点嘛！老板说了，今天全场半价啊，大家可以多喝一点。你看看人家多开心，我们得跟人家学习，要用笑容挥别过去。现在连酒吧都要关喽。没事儿，全市那么多酒吧，总能找到更好的。可是这间不一样啊！这里有太多我们的回忆了。你记不记得，曾老师就是在这里第一次吻你的，我也是在这里再次和大家相遇的。我们还在酒吧厕所门口捡到了张伟2次。那一天，知道你要走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。切歌，下一首。哎呀，好啦，虽然酒吧没了，但是我们留下了回忆嘛，是吧？虽然我的新房子要拆了，但是我还记得大家在我的走廊上画画，还有赵海棠的装修。我也不怪你了，谁家能装得这么奇葩呀？这以后要是说出去，都是独家记忆。胡老师，你接下来打算去哪里？没想好，要是暂时找不到房子，就先搬到学校宿舍喽。好了，等拿到了录取通知书，你就能住校了，就不用担心住的问题了。我能通过考试，多亏了大家，本来我都想放弃了。大家还记不记得帮咖喱酱补习的事情啊？考试前2周，咖喱酱的模拟考试成绩不理想，他自暴自弃，要回到餐厅打工。于是乎，我们制定了学渣抢救计划。哎呀，点点什么呢？咖喱酱，不过是模拟考没考好，多大点事儿啊！一菲姐，你们到底要点什么菜？点菜不着急，有一句话叫做“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”，你知道吗？别人复习是亡羊补牢，我复习是女娲补天。别人是发挥超常，犹如开挂，我是一路铺盖，语数外全挂。努力这么久，但凡有点天赋，也该有点成功的迹象吧。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毫无用处，往好处想。
至少你的消化系统中还有几百亿的细菌指着你存活呢。不点菜，我先走了。 Wait, menu please.来份 You share roast get fun。什么玩意儿？对了，给我来一份 New Roll Last Man。你们看的不是中文菜单吗？哎呀，你听好了，我们点的是赠人玫瑰，手有 You share roast get fun， 还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New Roll Last Man。这个和鱼香肉丝盖饭的读音听起来差不多哎。不对啊，等一下，不是点菜吗？怎么复习起英语来了？我们就是这么点菜的，你不 satisfy？ 你可以向你们的 head waiter 投诉。什么玩意儿 ？head waiter 是领班的意思。叫就叫，领班。哎，怎么了？你什么时候成领班了？原来领班请假了，我来顶替几天。你还能当领班？老板也是这么问的。我把我得过的各种3好学生证书拍在他面前，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。最后他听说我一天只要10块钱，马上答应了。看吧 ，education 有多 important。同样是 work， 海棠起步就更高。你也要好好 study。请问2位顾客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位服务员不明白问题的英语该怎么说。问题的英语是 PRE。PROBLEM，problem。这个我还是知道的。不错不错，我们现在没有问题了，可以接着点菜了。你呢，把 You share roast get fun 多 repeat 几遍，我呢再多点几道菜，考考你的词汇量。后来整整1个礼拜，你们每天都来，变着法儿来。美佳姐啊，你也是来帮我补习数学的吗？开玩笑，我上了这么多年的数学课，就记得数学老师是个秃子。哎呀，你别管我，我就是来吃的。哎，给你的数学讲义看了没？我看了1晚上，有一个重大发现，说来听听。微积分都是第1声，线性代数都是第4声，高等数学4声都有。数学真是好奇妙啊！你上有慧根啊，就是慧根有点偏。你就没有其他感悟啊？也是有的。大力说牛顿30岁的时候创立了微积分学，而我20出头就全知道了。我好厉害！算了算了，你把昨天做的试题拿出来，我帮你看看。门前大桥下，游过一群鸭，快来数一数，13、16、19、22，这什么啊？不是说要填前3个空吗？这是首项为4，公差为3的等差数列呀，前面应该填4、7、10。题上也没说只能填数字啊。还有这个函数证明题。你把无限大分之一等于0，两边旋转是什么意思？我看看。哎呀，简单啊，向左旋转90度，不就负18了？你们还挺有默契的。给我重新做一遍。尔来48000岁，不与秦塞通人烟。西当。你怎么坐下了？不是你让我 sit down 的吗？今天补习语文，不说英语，你背下《荷塘月色》吧。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。我说的是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。哎，这样吧，降低点难度，我说上一句，你说下一句。1寸光阴1寸金，3寸光阴1个心。是寸金难买寸光阴啊！10年磨一剑，5年磨半截。数学倒是有进步的。大力说了，一切问题都可以转化成数学问题。是笛卡尔说的。来，接着来啊。
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就这样一山尽，你们每天都来帮我复习，床前明月光。那是我人生中最忙碌的一段时光。数列题的解题技巧是：等差等比两数列，通项公式 n 项和，两个有限求极限，四则运算顺序换。词汇量测试，邮递员怎么说？跑死他们 ！Postman， 救护车，俺不能死 ambulance。不错嘛。英语听力 ，Can you can can as c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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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n？ 你能够像罐头工人一样装罐头吗？哇，太厉害了！这还是之前的咖喱强了。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，出自《资治通鉴》。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无下阿蒙了。看来你已经进入状态了。哎呀，好饿呀！来份土豆牛肉。张律师，你的发音不标准，应该是 to do a new roll。要我把整本菜单给你背一遍吗 ？Yorkshire rolls, sweet time rolls, rolling donkey, seeking by her。这啥玩意儿？说啥呢？我就要那个土豆爱牛肉。现在回忆起来都是泪啊！当时吃了满肚子的鱼香肉丝，生生把自己吃成了餐馆的 VIP 客。一拜，刚才老板在门口问我这套沙发咱们要不要，可以便宜卖。我呀，你怎么喝这么多啊？开心嘛！我要买下这一整套沙发，你买单。现在买搬家多不方便呀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放得下呀。可是大家都做了这么多年了，上面都有大家的味道了。也对，有一股酒味儿。太没劲了！你们怎么都不笑呢？是不是我们以后就再也听不到笑声了？你们为什么不开心啊？你们怎么都不笑？你们笑啊！你们笑啊！答应我，即使以后我们都不住在一起了，我们每天也要开开心心的，好吗？不难过，不难过。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一醉解千愁，咱不醉不归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一壶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。真没用，才喝几杯就不行了。我回家找资料先接着喝。小贤还没回来，去什么阿拉善沙漠了，一年才能见几次。唉。曾小贤，你回来啦？
话好好说，别哭啊。你怎么说拆就拆呢？不管遇到多大的事，我们共同面对，好吗？为什么大家都高兴不起来呢？我带大家开 party， 带大家逛特卖，跟大家一起喝酒，我就是希望大家在公寓最后的日子都能开心。我连这点事儿都做不到，我感觉以前那个充满笑声的公寓再也回不来了。我怎么这么没有？没事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赵贤，你回来啦？有话好好说，哭什么呀？你说这公寓怎么说拆就拆呀？好了，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咱们一起面对啊。你说大家为什么开心不起来呢？我刚才到楼下想逗大家开心，他们居然无视我这个开心果。我就是希望大家在公寓最后的时候都能够开心，但我感觉自己好无助，好弱小。你安慰我呀！好啦好啦，不哭了啊！别哭了！开心是一天，不开心也是一天。还记得展博说过的话吗？就算明天是世界末日，我们也得披上战袍，去跑，去跳，去漂亮的倒挂金钩。公寓要拆，那是命运的安排，开不开心，我们自己说了算。你给我振作点啊，别让我瞧不起你。这公寓都要拆了，还怎么开心得起来？要是有什么好事能冲冲喜就好了。冲喜？一菲姐，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？各位，我们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我和曾小贤决定，在爱情公寓择日举办婚礼。婚礼？怎么突然想到举办婚礼啊？拆迁不可避免，但最后这段日子怎么过，却是我们可以决定的。20年之后，当大家回忆起爱情公寓最后的一段时光，你们是希望回想起一堆悲伤无趣的琐事，一个平淡无奇的结尾，还是希望有一个狂拽酷炫、嗨翻天的圆满大结局？肯定是狂拽酷炫了。有 party 吗？有喜糖吗？大家吃喜糖。用口香糖做喜糖，那请问我这个是吞下去呢，还是吐出来？嘘，大家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哎，公寓还有1个月就拆了，现在筹备婚礼还来得及吗？虽然还没计划，不过有我在，你怕什么啊？哎呀，总算是有件好事了。看来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，还有好朋友的喜帖啊！总之，我们要把握最后的时间，把最美好和最开心的记忆留在爱情公寓。我也要在爱情公寓留下我最美好的记忆。子乔，我们跟一菲姐、曾老师一起举办婚礼吧。好主意啊！可以啊！美佳，谢谢你一直陪着我，吃了这么多的苦。我欠你一个最好的婚礼，就这么定了。
当花瓣飘落地平线的时候，我们终将离去。再漫长的欢聚也总有尽头，是像那有不散的温柔。最后一次陪着你走，最后一次拥抱你，舍不得走过最后的路口，想和你告别却说不出口。当花瓣再次飞扬天空的时候，最好的朋友还会重逢。回忆点燃的灯火，它永不熄灭，最爱的人是不变的守候。最后一次陪着你走，最后一次拥抱你，舍不得走过最后的路口，想和你告别却说不出口。最后一次看着你的眼眸，让我记住这灿烂的笑。